好，那么林怡景啊，立委呢，他在他的助理服役的时候呢，那他继续领他的助理费啊。那提款卡呢，交给副处主任去保管。检调人员从林怡景服务处带走多箱证物啊。那另外呢，这个林怡景那边争议蛮多的啊，被指控，然后呢，特助也涉案，弟弟也酒驾，哦，所以他这个争议蛮多的啊。那他弟弟呢，在叫做林玉仲，在环保局当机要秘书啊，那被质疑说仗势欺人哦，欺压女性啊，然后呢开公务车酒驾肇事逃逸哈，然后呢被爆出乔人事不成啊，然后呢就彪骂台南市的环保局的女员工，反正问题不少了哈。那另外呢，这个他持服役的助理提款卡领钱被录下来了哈，显然行踪已经被人家掌控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林怡景呢，现在还在司法调查。那地方卡位战悄悄起跑了，林非凡会接手他的选区吗？认为说将来可能会有事啊。哦，那到底怎样呢？我们看一下。委员要不要谈一下案件是不是有委屈？我坦荡荡，我法律一定会还我清白。起初闪躲镜头，后来选择面对。民进党立委林怡景历经漏夜侦讯，以100万交保。我先跟你讲一下哦，办完保他还不能走，因为还要办那个限制出境书啊。哦，对。从深夜11点一路问讯到清晨5点，林怡景有人得知交保，1小时内带着装满现金的公事包到南检办保。南检21号指挥搜索，林怡景国会办公室和永康服务处带回15名被告4名证人，林怡景以100万交保，5名助理也以3到10万交保。而无保请回的8人中，包含以证人身份作证的林怡景胞弟林玉仲，黄姓办公室主任则是申请羁押禁戒。检调主要针对林怡景担任台南市第1届到第3届议员期间，疑似涉嫌诈领助理费。当时林怡景月薪大约11万，助理费约每人3到4万元。林怡景上午透过脸书回应，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眼前最重要的事就是厘清真相，赶快把司法资源还给更需要获得妥善处置的弊端。据了解，疑似林怡景担任议员时，涉嫌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数百万，但他当台南市议员是10几年前的事，在赖清德台南帮子弟接连出事，又一件翻出陈年往事。台南以往我们提到都是古都，都是美食之都，但曾几何时，台南真的一个又一个弊案层出不穷，不管是民代，不管是官员，不管是光电等等相关。那我们要问台南到底怎么了？所以上一段节目，萧龙哥才讲是说，为什么桃园，为什么台南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地方就有这样的状况？其实我们也想厘清跟了解啊，在这件事情，林怡景委员哈，因为他跟我是教育文化委员会在这个会期的委员，其实说实在，他出了事情之后，到现在，其实，在委员会里面还是一样行使他的一个权利，好像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啊。可是这一件事情并不是他当立委时候的助理费，议员是2010到2018台南市议员任内的助理费用，什么时候开始办？2024年。奇怪，怎么又那么刚好？就说2018年，如果说算最久是2010年哦，2024才办，等于是这个案子压了14年之久啊。刚刚我们民进党的代表有讲是说，哇，这是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误网误众，所以检调开始动起来，那不就是刚刚好凑了前面的总统？是难道之前那个总统在的时候，检调就不敢动，检调不敢办吗？那还有另外一点是，现在大家会传更多的阴谋论嘛，就说为什么那么久的一个案件，现在才爆出来，检调才开始动作？是不是台南内部也有所谓的反赖势力？也有所谓的这个反赖阵营开始要做一个集结，或者说明明都了解，因为在战场上来讲，或者说国际关系上来讲，有一个叫做互相毁灭原则啊。我掌握你的秘密资料，你掌握我的秘密资料，大家相安无事，两阵营没有这个风平浪静。但如果说今天有一个阵营有任何的状况的时候，抱歉，我就会把你的黑资料给拿出来。那所以是不是现在台南内部以及过去这1年里面，其实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大家也都看得出来，用人为赖，用人为利，用人为亲。还有更重要的是派系之间好像也摆不平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案件，我还是回归一个原则：勿枉勿纵，这个是事实；勿枉勿纵也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到底还有多少的事件，因为过去民进党长期执政被隐匿之下，我想这检调应该要动起来了吧？好吧，除了这个案子啊，陈宗彦啊，他做过行政院的发言人了啊。
那他在这个任职台南市政府期间，接受酒店业者招待，那涉及贪污所以呢，这个地检署呢就把他起诉同时建议法院从重量刑褫夺公权等等等等那说他销售不法利益了那他是台南市政府的重要官员然后呢，居然接受业者提供的性招待，2012年及2013年一共有12次找酒店妹陪睡，2次业者免费招待，10次他自己付钱这个我蛮奇怪的12次为什么2次业者就不干脆招他算了，让他自己付钱到底怎么回事？那只有这2次性招待，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这都蛮引人这个注目的，而且他到底给业者什么好处等等那所以呢，这个涉贪2万4被起诉了那说呢，这个他的讲法都是这个用同学来他们称呼陈罪这同学那性交易呢是用喝咖啡作为代号，我今天想喝咖啡了那什么叫勾3袖6呢？我也搞不懂。原来呢是勾3是说呢，如果你出场3小时叫做勾3，袖6呢是性交易就要6000块所以呢勾3袖6这是行话了那这个3个酒店妹的暗号呢也这个都这个被翻出来了那因为呢说那到现在到底怎么处理呢？南检说还在阅卷因为资料太多了陈婉慧就说你们是不是以拖待变要求赶快这个速审速决嘛然后呢给大家一个这个交代那另外呢他2次接受性招待，他说是帮朋友问的那检方就用资料说那什么帮朋友问，帮你自己问怎么帮朋友问那陈婉慧也问了说当时谁把这个案子压下来那当时为什么高检署啦、监察院啦好像都说没事那当时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我都一直在谨守对依法处理的分际。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彦去年因卷入性招待风波，上任18天请辞发言人，如今再遭检方起诉。大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应该都蛮意外的，毕竟这是一个将近10年左右的案件。那通常像这种有一点时间性的案子会重启调查，往往都是取得新的事证。2013年，检方发现有业者涉嫌行贿，时任台南市新闻处长陈宗彦，但查无不法，隔年签结，直到陈宗彦上任政院发言人，案子又被挖出来，时隔8年再重启侦查。陈宗彦通讯软体上的这一句"小云有空吗"成了关键证据。检方认为陈宗彦贪图性招待，收受不正利益，败坏官箴，破坏公务员清廉形象，饭后态度不佳，没缴交犯罪不法所得，建请从重量刑。好，郑宇怎么看？其实首先我觉得就刚刚的案件看，就觉得说，为什么陈宗彦要帮人家问？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非常熟悉这个产业别，还是说其实你是行家，还是你是 VVIP， 所以问你可能有一些优惠，那这个东西就会让人家非常起人疑窦，就是你作为一个行政首长，一路这样子赖清德这样子给你这样子秀苗苗一路扶持，到最后只有18天就惨淡落幕的陈宗彦的案子我觉得可以显示执政党对于检调司法其实是可以掌控的。过去这10年来，有多少的案件是这样被压着的？那我们同时看一下陈宗彦案件跟柯文哲这个案件，你可以看他的卷宗太多了，审不完，但是柯文哲却可以速审速决，高院连卷宗看都没看，马上就羁押。所以这个就可以再显示检联系统这整个状态看来是收放自如啊！我想办你，我就办到底；我不想办你，我就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那在这个部分呢，我同时让台湾民众有最大的疑问的是，赖清德他的用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毕竟要过年了嘛，我们也不要那么的肃杀。我只想问就是他的爱将赖清德爱将为什么会纷纷的中箭落马？你可以看。
陈凯琳光电并案，然后同时间陈宗彦长期接受性招待，然后林怡景有诈领助理费，邱丽丽又是议长的贿选案，你可以看在显示，全部都发生在重中之重的本命区，这是怎么回事？那现阶段大家可以看，为什么蓝白今天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在野党监督整个执政的政府，你可以看到有多少的预算的浮编、烂编，一一的被大家揪出来。我认为这样子台南的状况真的不能让它延伸到整个台湾。我认为不管任何一个政党，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去看每一个行政首长、每一个政务官他的言行到底是不是能够代表台湾。这边是说了哈，这边记录是说陈宗彦在2013年向业者王孝伟说明他乔事情的进度啊，今早刚出这个使馆啊，然后呢，这个已经加速了哈，然后呢，后续消防也会追哈，始造了，应该是始造哈。来，这个嘉瑜怎么看这个案子？我想大家都知道赖清德总统他是一个相当有政治洁癖的人哦，所以刚刚讲的这些案子，其实这些人不仅是经过赖清德总统，甚至到了其他的市长任内，也都陆续的被重用哦。那到现在，其实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也会说刚刚讲的这些过去大家认为是精英的，不管是建中、台大等等，在政治的这个大染缸里面渐渐的可能因为权力、因为欲望、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这个变质。那同样的，柯文哲大家也认为台大医生当初所说的公开透明、正直诚信，为什么最后也变成如此？而他所说的他任内的公务员都不会贪污，可是一个接一个大家都看到了，也被起诉的被贪污判刑的也有。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这个问题归咎在是赖清德总统的用人，而是说整个这个政治的环境到底怎么样去变化，然后造成现在这样子。但是赖清德总统能做的，除了自己的洁身自爱之外，对于司法要求就是勿枉勿重嘛，不分党派就是办到底，让大家看到说我们司法的威信跟司法的这个诚信在哪里，然后希望给民众一个清廉的政治，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期待的。休息一下再回来。超丝这个鸡蛋呢，到现在啊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到底起诉了谁啊？到底谁有罪谁没罪？要调查多久啊？这是2023年3月的时候，农业部启动进口蛋专案，那时候做蛋不够了啊。然后呢，2023年9月1号，6个月以后呢，超丝被踢爆是一人公司，居然拿到1.75亿的补助款啊。那2023年的9月啊，那农业部长陈其仲请辞被慰留啊，那19日公开道歉，2度请辞，然后呢，这个2024年7月11号，立法院进口蛋调查小组成立，然后2024年9月24号，检调兵分14路展开搜索啊，那搞了1年啊，检调搜索的农业部、超丝3官员、5业者被列为被告。那北检说查超丝金流1年，早没有行政收贿事证，说他没有收贿啊，那官员只是要给他这么大的案子啊，并没有收钱呢啊。然后呢，所以呢改办畜产会采购陋习图利啊，查不到收贿就用图利来办啊。那另外呢，这个传了4个官员陈俊记、陈其仲、林聪贤。他们呢，这个有的是畜产会的董事长，有的是农业部长，有的是之前的农业部长。那问了以后呢，都无保请回，他们没事，不是他们的责任啊。那另外呢，同样的是检察官叫陈仲敬在黑金专案组查柯文哲2024年5月20号，那到了8月30号呢，不到4个月就起诉了啊。然后呢，这图利罪啊，然后呢，这个2023年9月7号，那这个超丝案到了9月24号，从2023到2024，1年之久，这个查了1年啊，所以民众党就说这4个人啊，帮你赖清德呢，这个你说你不能干预司法，陈其玉、林炳文、郭哲敏、吴乃仁，你有没有干涉啊？你有没有批评司法啊？
那蓝白现在呢说有4大案，他们在锁定，就是疫苗案、鸡蛋案、快筛案、光电案。我们看一下。小心，这次包括现任农业部长陈俊记也在约谈名单当中，以及前中央畜产会董事长林聪贤讯后全部请回。虽然3人都在超私案中暂列贪污案他自案被告，但他们都不是专案承办人。这次传唤一起开庭，只是要厘清采购案的脉络。检方真正要查的对象是他。拍什么拍了？好烦啊，真的是烦死。我澄清一下，既然你不想被拍的话。有什么好澄清的？他是超私公司负责人秦宇桥，资本额仅50万元，却从进口蛋获利超过3800万，有利益输送的疑虑。而关键人物就是他在日本的女儿吴玉菲，负责牵线签约进口，与亮彩合作结束后，就找妈妈成立超私公司。结果他同时身兼日本公司代表、日方代理商以及超私贸易商，与畜产会接洽，一人分饰3角，一条龙进口。到底有没有哄抬价格啊？抬价格吗？妈妈赚你回来的。检方查出吴玉菲涉嫌高报进口蛋价格诈欺畜产会，估算犯罪所得高达6922万多元。法院也裁准扣押超私公司吴玉菲的银行账户，经过4小时侦讯，依诈欺等罪，预支30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来，林涛。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龙年呐，当然10大惊奇之一一定有这个超私案，就是陈俊记跟陈吉仲进去了这个地检署之后，一下就出来，然后现在这个超私的鸡蛋案就没事了。我先讲哦，因为陈吉仲这个在龙年告我啦，2审是我无罪，我胜诉，他败诉哈，所以他基本上他的这些烂事到最后都会被司法抓出来的。那第一个烂事，我们知道这个超私的鸡蛋。当时候进口了数千万颗，到最后有的不是过期吗？又丢掉，总共丢掉了5429万颗蛋。进口来坏掉丢掉，然后因为有仓储跟冷链跟处理费，总共我们国家又花了5.29亿来销毁鸡蛋，就花钱买鸡蛋，再花5.29亿来销毁鸡蛋，买鸡蛋来丢掉。那全民的纳税钱，为什么鸡蛋这件事情会如此的生气？好，那刚才也看到那个镜面上提到吴玉菲，她可以堪称是鸡蛋界的地面师，因为她一人分饰3角嘛，她分饰这个日本伊势公司的代理商，又分饰日本的代表，然后又分饰台湾的国内的贸易商，然后重点是哦，她买的鸡蛋低价高报。量采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讲那个疫苗是那个小吃摊去承揽吗？快筛剂小吃摊承揽，这个鸡蛋是谁来买的？是医美诊所买的，每一次都是跟这个产业无关的人来买。好，那这个量采呢，它多了1000多万，超私多赚了1.4亿，这是实际的结果，以至于他们会被以贪污罪嫌来做这个传唤嘛。第二个我必须讲个细节哈。畜产会很夸张，当时候还有第3个人被传，叫做林聪贤。那为什么林聪贤跟吴俊基的角色这么的精彩呢？你知道吗？刚才讲到超私跟量采他们一起买鸡蛋，结果陈俊记跟这个次长杜文珍在说明的时候，竟然说他们不知道超私跟量采的关系。一个农业部的部长，一个农业部的次长，竟然不知道超私量采的关系，然后给他这么十几亿的标案，然后把鸡蛋标进来。第二个，畜产会在这批超私进口的时候，数量跟品质是拿一个空白授权给超私直接填。没有任何中央的官员看几颗，然后因为从巴西出来，它必须要包膜要冷链，它才可以保存很久，通通没有人看。所以这批鸡蛋后来为什么被送到巴德那个冷链厂？我为什么到巴德现场看？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确定你跟我们讲的鸡蛋是不是从巴西开始就有保存这个保鲜，否则整批其实都是坏蛋。那坏蛋如果变成我们讲的蛋业市场，那也是坏蛋市场啊，那个蛋都已经坏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夸张的。那我必须要讲哈，最后一个最夸张的事情，我们中华民国鸡蛋整体的生产。明明在112年3月开始开放专案进口的时候，就已经算出了我们的产量已经高过使用量2.5亿颗。结果2.5亿颗，然后呢，你知道已经过产量了，你112年的4月到7月还向超市多买了0.8亿颗的鸡蛋，然后买来丢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哦，就是我们讲的蓝白要查超私案、疫苗案、快筛案，这个真的要查到底，因为中间的悬案到现在农业部还没有跟大家说明。很抱歉哦，去年国会改革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为什么很多的民众高达60%的民意就希望说国会真的要改革，其中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弊案，希望能够厘清真相。我们真的很没有办法想象说弊案发生，除了上下其手以外，更重要的是发生在国人的国难的时候，快筛、疫苗以及超丝鸡蛋这一些部分，不就是在国人最危急的时候，这一些都必须的用品，但是结果没想到有人可以上下其手。黑心快筛50万的资本小吃店，然后可以进口，到现在卫福部有人负责吗？没有。超丝鸡蛋1年多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们也问呢，就说为什么你要从巴西进口60%的鸡蛋8800万颗？巴西过去到现在，我们没有跟他有做过任何的鸡蛋进口啊。但是在我们最需要鸡蛋，而且鸡蛋是最缺乏的时候，我们居然是依赖一个所谓的艺人公司，然后从巴西进口鸡蛋，也无怪乎给人家上下其手的空间嘛。所以，即便是今天，不管是农业部长，不管是陈吉仲，不管是陈继俊，即便检调这边到最后是请回，可是重点是你们那个时候的一个政策，以及你们那个时候的背书，你们那个时候讲说为什么农业部一定要跟巴西进口鸡蛋，这难道不是给有心人士图利的空间吗？所以这些是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那这个案子我们之后在 follow 的时候，刚刚孟凯提到说为什么从巴西？对你其实你只要听到从巴西进口鸡蛋，你就应该知道里面一定是有鬼。我说我们只要拿一个地球仪，把台湾对着你自己，在地球仪背面离台湾最远的那个国家叫巴西啊。就你从地球上最远的地方呢，然后呢进口呢最需要新鲜的东西呢到台湾来，你不觉得那有病吗？好像呢全世界只有它在产鸡蛋，不是啊，在亚太地区周围，不要说大陆啦、泰国啊、澳洲啊这些呢鸡蛋呢都很多，你为什么跑到巴西去？你只要知道这背景，你就觉得那里面一定是有鬼。可是所有我们谈的案子里面，我认为最被忽略的是陈宗彦的案子。陈宗彦这个案子在当时呢，台南地检署是没有证据不起诉，所以陈宗彦以为他已经过了。然后呢，在监察院里面呢调查他买春的案子，他说2次，而且表决的时候呢是。